你重生后第一件事不是对着快饿死的妹妹哭天抢地，而是拿起角落的破竹弓冲向了野河沟。虽然这破弓软得像面条，但是你却觉醒了神级瞄准系统，无论多远的目标，只要被你盯上就必死无疑。你不光一箭射穿了深水里的大黑鱼，还顺手爆头了大肥鸭。与其在家里等死，不如出门大杀四方。此时你猛地睁眼，看着简陋的房间，你心里清楚自己是真的重生了，回到了这个穷得揭不开锅的年代。炕头传来叹气声，那是你爹林宝根。自从他在采石场被砸断腿，家里的天就塌了。他正用拳头一下下砸着废腿，眼珠子通红。炕尾蜷着你妹林小娟，哥。他闭着眼嘟囔，声音细得像刚下的小猫。你赶紧凑过去摸他额头，没发烧，但一手冰凉的冷汗。小丫头脸色煞白，嘴唇干得起皮，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。家里破水缸见底，米缸连粒糠都扫不出，他这是生生饿脱力了。再不吃东西人就得交代在这儿，都怪我是个废人，把你们兄妹俩往死路里拖啊！你爹咬着牙，眼泪直打转。你没接话，翻身下炕，踩进破洞免血，几步走到屋角。你心里清楚，哭瞎眼也变不出粮食。墙角挂着把自制竹弓，挂了大半年，竹子早受潮长了黑斑。你一把扯下掂了掂，弓弦是搓出来的麻绳，松松垮垮。你伸手拉了下，软绵绵的一点劲没有。这破弓拉力顶多10几磅，想打野猪袍子纯属做梦，连皮厚的野兔都射不穿。现在只能用来对付近距离的软肉或者没鳞的活物。你弯腰从床底摸出生锈的镰刀，走到院里挑了根结实的干竹竿，一刀下去咔嚓截下3段。你用镰刀快速削尖竹子一头，没一会就弄出3根2尺长的竹条，没羽毛作尾，也没铁箭头，纯靠削尖的竹子硬扎。你把3根竹箭往后腰麻绳带里一插，提着破弓就要出门。川子，你拿那破玩意儿干啥去？你爹在屋里喊找口吃的，你头也没回，掀开破门帘扎进外头的冷风里。出了村冷风直往脖子灌，你裹紧单薄的破棉袄，顺着村后土路一路狂奔，目标很明确，村外3里地的那条野河沟。冬天大河都结冰了，但这河沟底下有活水泉眼，常年不动，两边长满半人高的骷髅尾，烂泥滩里藏着不少好东西。跑到河沟边，你没急着下去，蹲在土坡后头稳住呼吸。打猎不能急，你手里就一把破弓3支竹箭，机会只有一次。你盯着水面一点点扫过去，水上飘着层枯黄的烂水草，风一吹荡起波纹。你顺着河岸往下走，脚踩烂泥一点声音没出，眼睛死死盯着水草密集的地方。冬天水冷，鱼虾不爱动，专挑水草底下或烂泥坑窝着保暖。走出200多米，你停住脚步，前面水湾里横着根烂木头，旁边的水草明显比别处厚。最关键的是那片水有点浑，底下像被什么搅和过。你眯眼死盯着浑水，水面冒出个指甲盖大的水泡，紧接着又炸开一串细小水泡。有货！你压低身子慢慢往前挪了2步，透过发黄的水面，隐约看清水下有团黑影正贴着烂木头趴在水底，是条大黑鱼。黑鱼凶得很，冬天也得出来透气找吃的。看身条足有小臂长，怕是得有3、4斤重。这要是弄回去炖汤，林小娟那条命绝对能救回来。你深吸口气，快速盘算，黑鱼鳞片硬，就手里这受潮破弓加没铁头的竹箭，射鱼背上绝对弹开，唯一弱点就是腮盖，那块肉软，只要角度刁力道大，一箭就能穿透。可距离是个大问题，你目测离黑鱼大概7、8米，破弓拉力太弱，竹箭飞3、4米就会往下掉，想一下弄死它必须再往前靠。你咬咬牙，破弓交左手，右手从后腰抽出削尖的竹箭。你盯着黑鱼脚下一点点前探，烂泥滩湿滑，每迈一步都得先用脚尖试探底下实不实，再慢慢把重量压过去。5米、4米、3米，你停在水边一丛骷髅尾后头，不能再往前了，再走影子就会落水面上。黑鱼机灵得很，一点动静就会钻深水，到时候连根鱼毛都捞不着。就这个距离，你把竹箭搭在松垮的麻绳弦上，左手握紧弓把，右手捏住箭尾和弓弦。你没立刻拉弓，你在等。水面风一阵阵的吹过芦苇荡，会发出摩擦声，这就是最好的掩护。你屏住呼吸，两眼死盯水下黑影。黑鱼的鱼鳃正一张一合缓慢透气，一阵冷风从背后吹来，枯黄芦苇猛地摇晃，水草跟着晃。就是现在，你猛地发力，右手把松垮麻绳弦拉到耳根，受潮竹胎发出微响，随时要断。你感觉不到多少阻力，这弓太软，既然弓不行，就靠手腕猛劲凑。你手腕猛地一抖，手指松开弓弦，一声极轻的破空声，黄色竹箭贴着水面扎下去，闷响穿透水面，水下黑影猛地炸开，平静水面瞬间掀起大水花。大黑鱼死命翻滚，尾巴疯狂拍打烂泥，把周围搅得像锅泥浆。中了！竹箭正好顺着黑鱼微张的腮盖扎进去，直接穿透脑袋。竹箭另一头死死卡在烂木头缝里，把黑鱼硬钉在水底。黑鱼力气大的吓人，拼命扭动身子，硬把竹箭正出个大弯。眼看竹箭就要断了，你顾不上脱衣服和鞋，直接跳进齐腰深的冰水，水冷得像钢针扎骨头缝。你冻得嘶了一声，但动作没停。你几步趟过泥水，双手猛插进泥浆，一把死死抠住黑鱼的腮，鱼身全是粘液，滑得抓不住。黑鱼尾巴狠抽在你胳膊上，打得生疼。你咬紧牙，双手像铁钳死死扣住不放，连鱼带剑一把从水底薅起来。就在你把鱼提出水面准备往岸上拽的瞬间，脑子里响起清脆的声音，一个冰冷的机械音直接在脑子里响起来。首次狩猎成功，开启弓箭射击入门级，系统提示在眼前化作半透明的光幕闪过。你愣了一下，手上动作停在半空，猛地抬头死盯芦苇荡深处，那里水面宽得多，水色深得发黑。水面下一团巨大的阴影正贴着水底快速游动，推着水波直奔深水区扎下去。你盯着那团快速消失在深水区的大黑影，脑子里那声机械音还在回荡。你没去追，就手里这把受潮发黑的破竹弓，真惹上水底那玩意儿，谁当点心还不一定。你把死透的黑鱼往岸边草丛一扔，猛吸了口凉气，眼前空气猛地一扭，一个半透明光幕直接弹出来，贴在视野正中间，几行大白字亮的刺眼，
技能：弓箭射击入门级，熟练度10-100。提示：猎杀水下移动目标，熟练度获得暴击加成。你愣在原地，连身上泥水都顾不上擦，心里猛地一热，高兴的差点叫出声：老天爷不瞎，这外挂来的太是时候了！你赶紧从泥水里拔出脚，走到岸边，抓起破竹弓，搭上一根削尖的竹箭，刚把弓端平，眼前凭空多出一条淡淡的红色虚线，红线从剑尖一直往前延伸，在半空画出个弧度，最后准准落在前方一棵烂树桩上。你试着把弓往左挪，红线立刻跟着往左；往右挪，红线就往右。这不就是自带的辅助瞄准线吗？你想都没想，拉开弓弦，照着红线指的方向松手，嗖的一声，竹箭飞出去，正好好扎在烂树桩正中心。你咧嘴笑了，有了这玩意儿，以后只要在射程里绝对只拿打了，连瞄都不用瞄。你跑过去拔回竹箭，扯了根粗草，顺着黑鱼的腮穿进去，从嘴里拉出来，死死系在后腰上。鱼有了，但还不够。你脑子里全是妹妹小娟那张蜡黄的脸。出门前她饿得直冒虚汗，连坐都坐不住，只能靠着土墙喘气。爹领导根拖着条残废腿，坐在门槛上急得直捶腿。光这条2-3斤的黑鱼顶多够垫垫肚子，想把亏空的身体补回来，还得弄点带油水的大肉。你抹了把脸上的泥巴，攥紧破竹弓，顺着野河沟的烂泥地继续往芦苇荡深处摸。这片野河沟水深泥烂，村里人怕陷进去，平时都不敢来，所以野物比别处多。你猫着腰，借着半人高的芦苇挡身子，脚踩软烂泥，每走一步都得费劲拔出来。走着走着，你猛地停住脚步，蹲低身子，正前方20米开外的水面上有片被芦苇圈起来的深水洼子，洼子中间居然飘着一只大肥野鸭。这野鸭长得极肥，脖子上一圈绿毛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，它正低头扎进水里捞水草吃，看那圆滚滚的身子，少说也有3-4斤重。你咽了口唾沫，喉咙发紧，要是把这肥鸭弄回去，拔毛剁块，在铁锅里熬出一锅黄亮亮的鸭汤，小娟喝了绝对能保住命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慢慢举起竹弓，搭上竹箭，用力往后一拉弓弦，视野里的红色辅助线立刻弹出来，顺着剑尖往前指。可你顺着红线看过去，心却凉了半截。红线延伸到15米左右的地方，猛地一个大转弯，直接砸进水里，离那只野鸭还差着足足5米远。你咬紧牙，心里暗骂：这把破竹弓太烂了，受了潮早没了弹性，软得像面条，能射15米已经是极限，再远箭就轻飘飘掉下来，连鸭毛都碰不到。想射中野鸭，就必须往前走，硬把距离缩短到15米以内。但这5米简直要命，野鸭精明得很，耳朵尖眼睛毒，水面上稍微有点动静，哪怕踩断一根枯草，它都能立刻飞走。直接趟水过去，那哗啦哗啦的水声，保证你连个鸭屁股都看不见。你死死盯着野鸭，脑子飞快转着。这时一阵风从河沟对面吹来，周围芦苇荡发出一阵哗啦啦的响声。野鸭抬头转着小眼睛看了看四周，没发现不对劲，又把头扎进水里继续吃。你眼睛一亮，风声，只能借着风吹芦苇的声音打掩护，趁水声被盖住一点点往前挪。你把弓箭端平，身子半蹲在水里，死死盯住水面，等了大概半分钟，又一阵大风刮来，哗啦啦。趁着这声音，你抬脚往前迈了一大步，脚踩进水里翻出烂泥，水声被芦苇响声全盖住了。风一停，你瞬间像个木桩子钉在水里，大气都不敢喘，冰冷的河水没过大腿，冻得骨头缝都疼。你咬紧牙，死死撑着不让自己发抖。野鸭抬起头，警觉地转动脖子，你一动不动，眼睛瞪得酸疼，连眼皮都不敢眨。过了几秒，野鸭觉得安全了，再次低头，哗啦啦，第3阵风吹来，你赶紧又往前迈了2步，水底烂泥越来越深，每拔一次脚都得用足力气，就这么走走停停，你在冰水里一点点往前挪，水泡得浑身发麻，泥浆里的水草缠住脚腕，滑腻腻的，水底烂树枝时不时扎一下脚底板，你连眉头都不敢皱，硬生生踩过去，眼睛里只有那只大肥鸭。还差3米，你深吸一口气，趁着风声再往前挪，还差2米，水已经没到腰，你把弓举高，免得弄湿弓弦，还差1米，终于你站到了15米的极限距离。此时风又停了，芦苇荡里安静的连个虫子叫都没有。野鸭似乎察觉到危险，猛地停止吃草，直挺挺立在水面上，脖子伸得老长，2只翅膀微微张开，眼看就要起飞。你心里清楚，没时间等下一阵风了。就在它要起飞的瞬间，你猛地拉满破竹弓，受潮的竹片发出一声刺耳的嘎吱声，弓弦勒得手指生疼，感觉随时会断。视野里的红色辅助线稳稳落在野鸭那圈绿色的脖颈上，你没半点犹豫，手指一松，嗖，竹箭带着风声顺着红色轨迹像长了眼睛一样飞出去。野鸭刚双脚离开水面，翅膀还没完全展开，扑哧一声闷响，削尖的竹箭精准无比地扎进野鸭脖子，直接穿透过去。野鸭发出一声难听的惨叫，嘎的一声直接断了。它在水面上剧烈扑腾2下，翅膀疯狂拍打水花，想挣扎着飞起来，但没用，挣扎了几秒它就没了力气，脑袋一歪，彻底瘫软在水面，鲜血顺着水波散开，脑子里再次叮的一声，猎杀水面目标成功，弓箭射击熟练度加20。你看到面板上的熟练度直接跳到30-100，你兴奋地低吼出声，这辅助线简直神了，只拿打了，连这种要起飞的目标都能一箭爆头。你赶紧趟水跑过去，一把抓住野鸭翅膀拎起来，真沉，这鸭子油光水滑，胸脯肉鼓鼓囊囊，手里沉甸甸的鸭手，鸭血顺着竹箭往下滴，看着这肥厚的鸭肉，你脑子里已经浮现出铁锅里翻滚的浓白肉汤。你拔出剑，顺手扯了把结实的刃草，把鸭嘴和翅膀捆死，直接挂在脖子上，腰上挂着鱼，脖子上挂着鸭，你心里乐开了花。这下小娟和老爹算是有口福了，这顿大补的肉绝对能把他们从鬼门关拉回来。你转身准备上岸，想着赶紧回家生火炖肉，刚迈出一步，不远处的烂泥滩
龛上，猛地传来啪嗒一声闷响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芦苇荡里听得清清楚楚，像是脚踩在烂泥里的声音。你浑身汗毛猛地竖起，一把攥紧破竹弓，猛地转头，死死盯住声音传来的方向。水草晃了2下，一只巴掌大的绿蛤蟆蹦进水里溅起泥浆。你长出一口气，放松下来，还以为碰上野猪啥的大祸了，就手里这破竹弓，真碰上硬茬子，连皮都蹭不破。你把竹剑插回后腰，抹了把脸上的泥水，脑子里半透明的系统面板还在，写着弓箭射击熟练度30-100。看着这数字，你心里有了底，只要系统在，能继续打猎，这日子绝对能翻盘。你蹲在河边捧水冲进野鸭身上的泥，又用草绳把大黑鱼的腮帮子穿结实，和风吹在身上发凉，你心里却火热。顺着河沟上岸，你专挑没人的小路走，腰上挂鱼，脖子挂鸭，在村里太扎眼。这年头家家户户米缸见底，村里人饿得两眼发绿，让人看见这么肥的也为保准惹麻烦。快到村口时，你特意把鸭子往破褂子里塞，鸭血黏糊糊粘在胸口，透着腥气。大黑鱼太长，尾巴还在褂子下摆外面甩搭，怕啥来啥。刚拐过村头大槐树，迎面撞上端着木盆的胖女人孙彩霞。这女人是村里出了名的碎嘴子，长双到3角眼，看谁都像欠她家粮食。平时没少笑话你家穷，连你爹林宝根摔断腿，她都在背后骂是你家祖上缺德遭报应。孙彩霞正要去河边洗衣服，一抬头看见你，3角眼死死盯住你腰间露出的鱼尾巴和鼓囊囊的胸口。孙彩霞把木盆往地上一顿，扭着粗腰拦在你跟前，她耸耸鼻子闻到血腥味，眼睛亮得吓人。孙彩霞说：“这不是邻家那大小伙子吗？”孙彩霞伸长脖子往你怀里瞅，问你怀里揣着啥好东西，躲躲藏藏的。你停下脚冷冷看她一眼，说：“关你啥事？让开！”孙彩霞脸上横肉一抖，凑上前伸手就往你怀里抓，说：“让婶子看看是不是去哪偷鸡摸狗了。”孙彩霞说：“你爹瘸腿躺床上等死，家里揭不开锅，你在外头干见不得光的事，该不会是偷了村东头李老头家的下蛋鸡吧？”你眼神一冷，侧身躲开他的黑手，说：“嘴巴放干净点。”你声音不大，却透着冷意。孙彩霞哪受过这气？以前你是个闷葫芦，见他连头都不敢抬，今天居然敢顶嘴。他一拍大腿，扯开嗓门嚷嚷，说：“大家伙快来看看啊！邻家这小子偷东西了，还敢瞪我！这小畜生反了天了！”这会儿正办下工，几个扛锄头的村民停下脚看热闹，大家伙饿得皮包骨头，一看有事全围了过来。孙彩霞见人多胆子更肥，指着你腰上的黑鱼喊，说：“这么大条黑鱼，你这是挖集体的墙角，你这是倒买倒卖。”孙彩霞说要去村长那告你，把你压着在街上走一圈。听他满嘴喷粪，你心里火气直冒，想起家里饿得冒虚汗的妹妹和躺床上的爹，再看这想趁火打劫的泼妇，你咬牙干脆不藏了，一把拉开破褂子，把滴血的肥野鸭扯出来，连同大黑鱼一起明晃晃拎在手里。周围人看傻了眼，老天爷，这么肥的野鸭子，那黑鱼得有3-4斤吧？这小子哪弄来的？孙彩霞看着野鸭下巴都快掉地上了，咕咚咽了口唾沫，她眼珠一转，立马换了副嘴脸，横肉挤出假笑，说：“川子啊，你这是从河沟里摸的吧？这可是集体财产。”孙彩霞说：“不过婶子不为难你，你把鸭子给我，我就不去举报你，咋样？”说着她伸出粗胳膊直接来抢鸭子，就在脏手快碰到鸭毛时，你手腕一翻，破竹弓横在胸前挡开他的手，另一只手顺势从后腰拔出沾血的尖竹剑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辅助瞄准线自动弹出，红色准心死死锁定孙彩霞粗壮的脖子，只要手一送，尖竹条绝对能扎穿她气管。有了这指哪打哪的底气，你整个人气势全开，你拿着竹剑往前一大步，剑尖直抵她下巴底下，差半寸就见血。孙彩霞手僵在半空，浑身肥肉直哆嗦，你死死盯着她的3角眼，刚刚连杀俩猎物的狠劲全冒了出来，眼神跟饿狼一样。你声音压得极低，说：“你再动一下试试。”这鸭子是我一箭射的，这鱼是我下水摸的。你用剑尖拍拍她下巴，留下一道血印子，说：“你不服自己去河沟抓。你想抢我东西，问问我手里这根剑答不答应？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大不了一命换一命。”孙彩霞吓傻了，看着你发红的眼睛，闻着竹剑上的血腥味，她双腿一软，扑通跌坐在地。孙彩霞声音直发抖，说：“你敢杀人，嚣张劲全没了。”你冷笑一声，收起竹剑，说：“你连野鸭脖子都能射穿，问他觉得敢不敢？你让他滚！”周围村民也被你这狠劲吓住，没人敢搭腔，大家都清楚你今天是真急眼了，谁碰谁倒霉。孙彩霞连滚带爬起身，木盆都不要了，跌跌撞撞往村里跑，边跑边回头，生怕你射箭。你看着他的背影撇撇嘴，对付这种人讲理没用，拳头和刀子才管用。你把野鸭黑鱼重新挂好，拎着竹弓大步回家，推开摇摇晃晃的破门，屋里黑咕隆咚，一股发霉潮气扑脸，墙角土直掉渣，顶上茅草还漏风。借着门缝的光，你看见炕上躺着俩人，你爹林宝根闭着眼，眉头紧皱，断腿用烂木板夹着，散发着草药和化脓的怪味。妹妹小娟缩在角落小小一团，听见开门声费力睁开眼，小脸蜡黄，嘴唇干得起皮。小娟声音像蚊子叫，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她好饿，看妹妹这样，你鼻子发酸，前世没护住她，这辈子绝不能再让她挨饿。你走过去，把沉甸甸的野鸭和黑鱼啪的扔在破木桌上，你咧嘴一笑，让小娟起来，说：“今天打着肉了，咱们炖肉吃，吃饱饭。”小娟盯着桌上的肉，眼睛发直，咽口水的声音在屋里特别响。你爹林宝根也死死盯着肥鸭和黑鱼，嘴唇直哆嗦。这年头家家连棒子面都吃不饱，哪见过这么肥的荤腥？你二话不说，拎起肉就去外屋地灶台，灶台上就一个豁口破铁锅和一把生锈卷刃的菜刀。你打桶井水给黑鱼开膛破肚，刀钝就用力刮，硬把粘液和鱼鳞刮干净。野鸭用开水烫完，一把扯掉毛，鸭毛留着晒干，冬天做垫子保暖，没油没盐也不怕。你一刀割下野鸭肚子上的厚黄油，扔进烧热的破铁锅，滋啦一声，呛人的荤油香在灶间炸开。你把黑鱼块和鸭肉全倒进锅里翻炒，
鱼皮鸭皮煎得发黄，舀2瓢水倒进去，盖上裂缝的破木锅盖，添把干柴，大火猛催，锅里很快咕嘟咕嘟响，肉香味顺着门缝窗户缝拼命往外钻。小娟不知啥时跑到灶房门口，小手爬着门框眼巴巴盯锅，口水流下来赶紧用袖子擦。小娟声音都在抖，说真香啊！你摸摸她枯黄的头发咧嘴笑，说等会儿多吃点，管饱。肉还没炖烂，院外就来了动静，这年头香味飘出去，就像在饿狼群里扔了块鲜肉。砰的一声，摇摇欲坠的破木门被人一脚踹开，你脸色一沉，抄起卷刃菜刀大步跨出屋门，进来3个人，带头的是刚被吓跑的孙彩霞，旁边跟着村里的二流子王赖子和个胖女人。孙彩霞一进院鼻子使劲抽，指着灶房车嗓子嚎，让大伙快来看。他说邻家小畜生哪来的胆子，感情是偷了生产队的鸭子炖了，这是挖集体的墙角啊！王赖子闻着肉香哈喇子直流，撸起袖子就往灶房走，说这是集体的财产，他得拿回大队去，今天谁也别想吃独食。他娘的，抢肉抢到老子头上了！你几步冲过去挡在灶房门口，手里攥着菜刀冷眼一扫，让他滚出去。你盯着王赖子，声音不大却透着很近。王赖子平时横行霸道，压根没把你放眼里，他啐口唾沫伸手就来推你肩膀，说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兔崽子还敢拦他，让你赶紧滚开，爷爷今天非得尝尝这鸭子。他脏手还没碰到你，你直接抬腿一脚狠踹他膝盖，咔吧一声闷响，王赖子嗷的一声惨叫，右腿一软直接跪在你面前，你没停手，紧接着一脚踹他胸口，王赖子连滚带翻摔出去2-3米，砸在烂泥地里，捂着胸口喘不上气。孙彩霞吓得脸都白了，退后2步指着你尖叫，说打人了，邻家小畜生杀人了，快来人啊！你大步走到他跟前，手里菜刀猛地一挥，咔嚓一声巨响，生锈的破菜刀深深剁进他耳边门框里，刀刃离脸就差半寸，崩起的木屑直刮他脸颊。孙彩霞的尖叫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卡在喉咙里，他瞪圆眼看着你浑身直抖，裤裆下面直接尿湿了一片。你握着刀把死死盯着他，问他哪只眼睛看见偷生产队的鸭子了？你说那是你在芦苇荡打的野鸭，想吃肉拿命来换，今天谁敢动你家一口吃食，老子就让他横着出去。你一身不要命的狠劲全放出来，活脱脱一头护食的饿狼。后面的胖女人吓得连连倒退，一屁股坐地上。王赖子刚缓过劲，看你这架势哪还敢要肉，连滚带爬瘸着腿往院外跑，头都不敢回。孙彩霞也腿软了，扶着墙一点点往外挪，半句狠话没敢放，灰溜溜跑出院子。你冷哼一声拔下菜刀，走过去把院门关死，找根粗木棍顶上，回屋掀开锅盖，浓白鱼汤翻滚，鸭肉炖的烂糊快脱骨了，香气直冲脑门。你找来撒豁口破碗，先给小娟盛满鸭腿和最嫩的鱼肚子，又给你爹盛一大碗连汤带肉，剩下的鸭头鸭脖和干巴鱼背肉全倒进自己碗里，你把碗推过去说吃。小娟顾不上烫，两手抓起鸭腿往嘴里塞，吃得满嘴流油，连骨头都要嚼碎咽下去。他边吃边掉眼泪，说真好吃，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你爹林宝根端着碗，粗糙的大手直抖，他喝口热肉汤眼眶红了，眼泪顺着皱纹流下来，说是造孽啊，是他没本事，让你们跟着受苦。你大口咬着鸭脖子，连皮带骨头嚼碎，说爹不说这些，以后有你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他们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一顿饭吃的连锅底汤汁都没剩。小娟吃饱后小脸有了血色，靠在炕头没会儿就睡着了。你爹吃了饱饭虚汗停了，精神好不少。你收拾好碗筷坐灶台边，一顿肉下肚，身体有了热气，虚弱感消退，力气慢慢恢复，脑子里的系统界面闪烁提示，射击熟练度进度条安静停在那。你拿起破竹弓检查，竹子受潮严重，弓弦快断了，今天能打到猎物全靠系统辅助瞄准线和距离计算，遇上大猎物根本顶不住。你盘算着光吃顿肉不行，家里缺粮缺药，爹的腿也得治，明天必须进深山弄点值钱狠货，再去暗室找采购员赵卫国换真金白银和物资。夜深风大，破窗户纸哗啦啦响，你刚要闭眼，院墙外传来嘎吱一声轻响，像有人踩断干树枝。你猛地睁眼，一把抓起竹弓，摸出2根削尖竹箭，眼神一冷，看来这顿肉香招来的不止村里那几个废物。你贴着土墙站起身，攥紧手里受潮发黑的竹弓，竹箭尖端磨得溜光，透着冷气。院门外传来嘀咕声，一个破锣嗓子压低声音问孙大姐，你确定他家吃肉了？孙彩霞说，我这鼻子能闻错，肉香味飘出2里地。林宝跟那瘸腿老汉哪来的钱买肉，肯定是偷了村里的东西，咱们进去搜，搜出来直接拿走，他的残废还能咋地？说话的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孙彩霞。木门被推开一条缝，2个人影缩着脖子摸进院，男的是村里的二流子王赖子，这俩人闻着肉味想来占便宜，甚至想扣个偷东西的帽子明抢。你掂了掂手里的竹剑，走到屋门后站定。王赖子刚抬手想推门，你猛地拉开门，照着他肚子就是狠狠一脚。王赖子被踹得往后飞出，4脚朝天摔在烂泥地里，捂着肚子直抽抽。孙彩霞下退2步，看清是你，立马双手叉腰扯着嗓子嚎。孙彩霞骂道，好你个林川，长脾气了敢打人，大半夜煮肉吃，肯定是偷了集体的猪崽子。王赖子快起来按住他，咱们进屋搜。屋里你爹林宝根急了，问川子外头咋了？小娟也带了哭腔喊哥，你头也没回的喊，爹没事，几条野狗进院了，我打出去就行，你们别出来。王赖子缓过劲爬起来，从腰后摸出一根粗木棍瞪着你。王赖子骂道，小兔崽子，长本事了是吧？今天老子非敲断你的腿，看你还敢不敢护着那点碎肉。说着他抡起棍子朝你脑门砸来，你站在台阶上连躲都没躲，右手捏剑，左手握弓，双臂猛地发力，受潮的竹弓被拉成随时会断的弧度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系统淡蓝色的辅助瞄准线瞬间弹出，在夜色中亮得扎眼，线条从箭头延伸出去，直指王赖子眉心，距离太近，不用算风速和下坠，只拿打了。你眼神一冷，松开手指，竹箭带着破风声射出。王赖子只觉眼前黑影一闪，头皮猛地一凉，紧接着堵的一声闷响，削尖的竹箭贴着他头皮飞过，硬生生扎进身后的木院门里，箭尾嗡嗡直颤，
几根带头油的头发飘了下来。王赖子举棍的手僵在半空，两腿一哆嗦，裤裆里直接散出一股尿骚味。他扑通跪在地上，脸白的像纸，哆嗦着蹦不出半个字。孙彩霞的叫骂卡在喉咙里，瞪大眼睛看着扎在门板上的剑。你走下台阶，顺手从墙角抽出一把生锈柴刀，走到孙彩霞面前，刀背拍在她满是横肉的脸上，冰凉的触感让她打了个激灵。你盯着她说道：“孙大姐，我家吃啥关你屁事？今天这件事射偏了，下次你们再敢半夜摸进我家院子，这件就不是扎门板，是扎你们的眼珠子。”孙彩霞吓得腿发软，结巴道：“你敢杀人可是要被抓的。你说到你可以试试。”手腕一翻，刀刃贴着他脖子擦过。王赖子连滚带爬站起来，一把扯住孙彩霞的胳膊，喊道：“不是了，不是了，快走快走！这小子疯了，不要命了！”两人连滚带爬跑出院子，眨眼没影了。你关严院门，插上门栓，搬块大石头死死顶住。回屋一看，你爹正撑着身子想下地，急得满头汗。小娟缩在炕角，死死抱着破被子掉眼泪。你爹急问川子：“你没事吧？那俩人干啥的？”你扔下柴刀说：“没事爹。”孙彩霞跟王赖子想来偷东西，被我拿柴刀吓跑了，没提射箭的事。你摸摸小娟的脑袋，放软声音说：“别怕，睡吧，哥在呢，谁也进不来。”回到外屋，你拿起破竹弓，刚才拉满那一箭，弓背已经裂了口子，再用臂断。明天去暗室换物资，光靠鱼和野鸭换不来几个钱，得弄点兽皮、鹿茸或者野猪牙这种值钱的狠货。打大猎物必须有把好弓，外头黑咕隆咚的，你没犹豫，背上破弓，腰别柴刀，拿麻绳扎紧裤腿防虫，推开后门，一头扎进屋后的深山老林。夜里山林冷风嗖嗖，老猎户天黑都不敢进深山，怕遇上狼群和黑瞎子。但你不怕，只要集中注意力，系统的辅助视野就能在黑夜里标出地形轮廓，看清脚下的路和几米外的树干不成问题，连哪块石头打滑都一清二楚。你拿探路棍敲打草丛赶蛇虫，顺着山脊往上爬，眼睛死盯周围，得找棵镇木或干榆木做新弓，这俩木头韧性好，劲大，能射穿野兽皮肉。爬了半个多小时，你在被封的乱石堆停下，前面有棵歪脖子树，树干笔直，木质紧实，正是棵好镇木。你抽出柴刀挑了根粗细长短正好的树枝，抡起胳膊用力砍下，咔嚓一声，树枝断开。你削掉叶子掂了掂，分量足，是做工的好料，回去烤一烤，挂上弦就能用。你刚把木头绑背上准备下山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系统界面猛地弹出，淡蓝色的辅助线瞬间变成刺眼的红色，红色代表附近有要命的大型猎物。你浑身肉一紧，立马握紧柴刀，蹲下身子，把呼吸压到最低。山风吹过，带来一股浓烈的腥臭味，熏得人眼睛发酸。你伸手一摸脚下，摸到一泡烂泥似的东西，还冒着热气，用树枝挑开一闻，味道太冲辣眼睛。这不是野猪粪，野猪粪是成团的，就冲这股酸臭兴起和留下的痕迹，你清楚碰上硬茬子了。前方10几米外的灌木丛里传来一阵破风箱似的呼哧喘气声，紧接着两只绿油油的眼睛在黑夜草丛里亮起，死死盯住了你。那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像个破风箱，听得你头皮发麻。借着月光一看，这玩意儿体型像个小野猪，黑压压趴在地上，尖嘴巴，脖子一圈粗硬白毛，前爪正一下下挠着烂泥。你倒吸一口凉气，是山獾。这东西在山里是个要命的狠角色，专吃毒蛇掏蜂窝，脾气大得很。老猎户常说，宁碰落单狼，不惹发疯獾。他皮厚骨头硬，一旦惹上能追出2里地，咬住肉不撕下来绝不撒口。你看了眼手里受潮发黑的破竹弓和腰里生锈的柴刀，手心直冒汗。山獾猛地发难，后腿一蹬，像个黑炮弹直奔你的大腿扑来，带起一阵腥风。你视野里的系统界面疯狂闪烁，原本安静的辅助线秒变刺眼红色，半空中直接拉出一条红色抛物线，死死标出它的扑击落点。你顺着红线提示往旁边猛扑，在烂泥里连滚2圈。山獾一口咬断你刚才蹲着那的杯口粗小树杈，木头茬子乱飞，你惊出一身冷汗。这要是咬在腿上，骨头当场得碎成渣。你半跪在地，顾不上擦泥，抄起破竹弓搭上尖竹箭，对准他宽厚的后背拉开弓弦，系统红线锁定后背，你直接松手，竹箭扎在山獾后背的厚粗毛上，连层油皮都没擦破就弹飞了。你心里大骂，这破竹弓磅数低又受潮，对付这匹厚毛粗的畜生简直是拿牙签扎石头。这一箭没伤到他，反倒把他惹炸毛了。山獾喉咙里呼噜噜响，转身死死盯住你，前爪狂跑2下地，你点子飞起，紧接着再次朝你冲过来，速度更快。你不敢硬抗，爬起来绕着大粗树跑，脚下烂树叶滑，你一半猛地往前栽，眼看要摔，系统红光大作，一条红线提示你低头，你顺势往地上一爬，山獾贴着你头皮飞过去，一头撞在树干上，震落一地树叶。他晃晃脑袋，一点事没有，转身又扑，你连滚带爬躲开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脑子转得飞快。破弓没用，柴刀太短，近身肉搏被咬一口就得把命交代在这。你爸残疾，小娟还饿着肚子等你带肉，绝对不能死。你一边躲一边摸到背上刚砍的那根死沉的硬镇木，你一把扯下镇木，边绕树跑边抽出柴刀，对着木头一端猛砍。柴刀砍在硬镇木上，震得虎口发麻，你顾不上疼，3两下削出个尖茬，做成一根1米多长的简易木矛。山獾追得紧，你双腿像灌铅，肺里像着火，体力快见底了。深山老林里2条腿跑不过4条腿，必须主动出击。你在离山獾5米远的地方停下，转身双手死死握住这木矛。山獾看你停下也跟着停下，趴在地上，小眼透着凶光，嘴里滴着腥臭哈喇子找下口角度。系统界面彻底变成警报深红色，3条红线在半空来回扫荡，飞速计算他下次扑击的路线和落点。你死盯红线，屏住呼吸。这畜生皮太厚，唯一弱点是下巴下面没硬毛的软肉，但他下巴贴地没法下手，必须逼他跳起来。你咬牙身子一歪，左脚往前迈半步，假装打滑没站稳。山獾果然上当，他后腿猛发力，整个身子腾空而起，张开长
满獠牙的大嘴直奔你脖子咬来。就在他腾空的瞬间，系统3条红线一闪，立马合并成一条刺眼粗红线，红线终点准准锁定他下巴白色的软肉，一个红光圈疯狂闪烁，提示最佳出手时机。你双腿扎稳马步，腰部猛发力，双手死攥着木矛，顺着粗红线轨迹，迎着山欢使出全身力气，狠狠往上一捅，木矛尖端顺着红线指引，一点没偏，直扎山欢下巴。他扑的力道加上你捅的力气很撞在一起，巨大冲击力带着木矛直接贯穿他的咽喉，后脑勺冒出一截带血木茬。山欢沉甸甸的身子在半空猛地一降，撞击力太大，震得你两眼发黑，往后连退几步，一屁股重重摔在烂泥地里。你手震得发麻，虎口开裂，但死握木棍没敢松。山欢连着木矛一起砸地，4条短粗腿在半空乱蹬，把落叶泥巴挠得满天飞。他喉咙发出咯咯漏气声，黑红的血顺木矛往下流染红泥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嘴里涌出大股血沫子，4腿一伸彻底不动了。你大口喘着粗气，胳膊直哆嗦，衣服全被冷汗湿透。你硬撑着站起来走过去，用脚使劲踢了踢山欢肚子，确认这畜生真死透了，这才长出一口气，瘫坐在树根上，看着地上这头30-40斤重的肥獾，你心里狂喜，皮毛厚量拿到暗示绝对能卖好价，肉还能熬出不少油水。这东西要是交给赵卫国，换来的钱和粮票够家里吃好几个月。你爸的病有钱治了，小娟也不用饿得冒虚汗了。你搓搓手，刚准备拔出木矛扛猎物下山，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，比以往都响亮。系统冰冷的机械音紧跟着冒出来，震得你脑瓜子嗡嗡的。越级猎杀大型猛兽成功，经验值已满，正在进行致命一击结算，系统即将升级，请准备接收新权限。你猛地抬头，死死盯着眼前正在发生变化的蓝色光幕，蓝光在你眼前疯狂闪烁，光幕越来越亮，刺得你睁不开眼。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升级完毕，弓箭射击熟练度突破，晋升为初级射手，解锁新权限弱点锁定，发放越级击杀奖励体质强化1次。提示音刚落，一股滚烫的热流顺着脊梁骨猛窜遍全身，就像大冬天灌了碗热姜汤，浑身舒坦。刚才拼命留下的酸痛脱力感眨眼全没了。你用力握拳，骨节捏得咔咔响，胳膊上的力气大了一圈，原本饿得发虚的腿肚子现在硬得像石头。你转头看地上的山欢尸体，心里默念弱点锁定。视线里，山欢脑袋上立马多出个红色十字光圈，死死套在太阳穴和后脑勺接缝处。你挪眼看旁边的树干，光圈就消失，看回山欢，红圈又亮了。你明白了，只要盯着活物，系统就能标出致命弱点，以后打猎照着红圈射，一箭就能要命。天越来越黑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割，你不敢耽搁，山欢流了一地血，血腥味顺风能飘出好几里，要是引来狼群或熊瞎子，凭你手里这把破竹弓，加上刚强化的身体也不够塞牙缝。你拔出带血的木矛，找来结实藤条把山欢4条腿捆死，一使劲把他扛上肩膀，这畜生真沉，最少40斤。你一手拎着野鸭和破竹弓，一手扶着山欢大步下山，体质强化后，扛这么重的东西居然不觉得累，脚步比来时还稳。刚走不到半里地，前面灌木丛传来一阵响动，你猛地停步，攥紧破竹弓，2双绿油油的眼睛从草窝里钻出来，死死盯上你。是2只野狗，这2只野狗瘦的皮包骨，肋骨全凸在外面，一身秃毛还粘着你，但眼神凶得很，透着不要命的狠劲。他们死盯你肩上滴血的山欢，喉咙里呼噜呼噜直响。饿急眼的野狗比孤狼还难缠，闻着血腥味直接跑半山腰来截胡了。左边个头大的野狗往前迈了2步，张嘴露出黄牙，口水直往下滴。他后腿绷紧，前爪刨着烂树叶，随时准备扑上来。右边小点的野狗绕到你侧面，想包抄你，你想都没想，直接把肩上的山欢往地上一扔，40来斤的肉砸在地上，砰的一声闷响，扬起一阵灰。2只野狗吓得退了半步，又被肉香勾得凑上来，以为你要扔下肉跑路。你冷笑一声，举起破竹弓，抽出一根削尖的竹箭搭在弦上。你在心里大喊弱点锁定，瞬间2只野狗的脑袋和脖子上同时亮起刺眼的红色十字光圈。你深吸一口气，双臂发力猛拉竹弓，体质强化后力气太大，破竹弓直接被拉成满月，弓臂嘎吱作响，随时要断。要是以前这么按根本瞄不准，现在系统那道抛物线直接连上大野狗脖子上的红圈，距离不到10米。你松开手指，嗖的一声，竹箭带着风声射出，速度比之前快了1倍，力道大的惊人。大野狗惨叫一声，竹箭精准扎进他脖子上的红圈，直接射穿气管，半截带血竹箭从脖子后面露出来。他在地上疯狂打滚，爪子乱蹬，血喷的老高，没挣扎几下就不动了。另一只小野狗吓傻了，眼看同伴惨死，夹着尾巴转身想跑。你手脚麻利抽出第2根竹箭，拉弓瞄准，松手，没耽误1秒，竹箭顺着辅助线扑哧一声扎进小野狗后脑勺，强大的冲击力带着它往前扑倒，连声都没吭，直接咽气，在地上滑出去半米远。你走过去踢了踢狗尸，确认死透，拔出竹箭在草上蹭干净血迹插回腰间。地上的2只野狗虽然肉柴，但好歹是肉，包皮炖一大锅够家里吃几顿，狗皮还能缝护膝。你找来藤条把野狗腿捆上和野鸭挂一起，重新扛起山欢摸下山。回到村子天已经黑透，大伙为了省灯油早早睡了。你特意绕开孙彩霞那几户爱嚼舌根的邻居，他眼睛毒，要是看见你扛这么多肉，明天全村都能传遍。你顺着屋后破篱笆钻进自家院子，小娟问是不是你回来了。你推开破木门，把肩膀上的东西一股脑放在糖污泥地上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，你爹林宝根坐在炕沿上，拖着残疾腿瞪大眼看地上的东西。小娟惊得捂住嘴，一双大眼睛直勾勾盯着肉。林宝根指着巨大的山欢问这是打了个啥玩意儿回来，嘴唇直哆嗦。你走过去压低声音说运气好，在山上碰上一头瞎眼山欢，让我用木矛戳死了。回来路上又弄了2只野狗和1只鸭子，你把野狗和野鸭拎到他跟前，你说这狗和鸭子他连夜剥皮，明天给小娟炖肉吃，皮子留着拿去卖。林宝根激动的眼眶通红，干瘪的手摸着狗肉连连点头说好。
好，这就弄。你没耽搁，找了条破麻袋把山欢塞进去，用草绳扎紧袋口。小娟拉住你一脚，问又要出去啊？你摸摸她干黄的头发，笑笑说去趟镇上，把这大块头换成钱和白面，让她在家乖乖等。明天咱们吃白面馒头就肉汤。你想得很清楚。山欢太扎眼，留家里惹麻烦。镇上暗示凌晨开，公家采购员赵卫国肯定在，交给他绝对能换大笔钱和粮票。你背起麻袋，紧了紧迫棉袄，推门走入夜色，风刮得脸疼。你顺小路往村口走，专挑阴影处落脚。刚到老槐树底，你猛地停脚往树干后一缩，前面岔路口，一个黑影正缩着脖子往镇上暗示方向走，手里拎着个鼓囊囊的大布包。你借着月光仔细看，那人走路一瘸一拐，时不时回头张望，明显怕人看见。你想都没想，放轻脚步跟了上去。前面那人走得挺急，时不时被土块绊一跤，嘴里骂骂咧咧。借着月光，你看清了侧脸，哟，这不是隔壁的孙彩霞吗？她死死捂着个大布包，走路一瘸一拐，估计白天崴的脚还没好。你心里冷笑，这老娘们平时在村里就手脚不干净，大半夜背包往镇上跑，八成没干好事。你没出声，远远掉在她后面，走了10几里夜路，到了镇西边的废砖窑。这地方你熟，10里8乡倒买倒卖的人都在这碰头，村里叫暗室。废砖窑里黑漆漆的，全是蹲在地上的人影，没人敢大声说话，买卖全靠打手势或小声嘀咕。要是遇到那帮戴袖章的年轻人来查，这帮人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你跟着孙彩霞进砖窑，刚走2步就听见土墙跟有人吵架，凑过去一看，孙彩霞正把布包打开一条缝，露出几根带肉的棒子骨和2只绑着嘴的老母鸡。你心里门清，这2只芦花鸡绝对是他从生产队偷的。白天大队长还满村找鸡呢，对面干瘦男人死命压价，说就这几根破骨头加2只瘦鸡，最多给你3块钱。孙彩霞急得直跺脚，压着嗓子骂，说你放屁，这可是正经的老母鸡，能下蛋的，3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最少5块。干瘦男人冷笑，说5块，你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？你这鸡来路不正吧？爱卖不卖，不卖你抱着回村去。孙彩霞脸都白了，四下瞅了一圈，生怕人听见，最后只能咬着牙，捏着几张破毛票认栽。你在暗处看好戏，骂了句活该。你没空管他的破事，紧了紧背上的麻袋往暗室最里面走。最里面是个大土坑，赵卫国就站在坑边，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，脚下黑皮鞋擦得锃亮，嘴里叼着半根烟，一看就是公家的人，手里有钱有票。你走过去把麻袋往地上一放，砰的砸起一片灰。赵卫国夹烟的手一停，抬头看你，问小兄弟面生啊，带啥好东西了？你没说话，蹲下扯开草绳，把麻袋口往下扒拉。赵卫国拿出手电筒，捂着半边光往里照，光打在山欢身上，黑白夹杂的厚皮毛，肥硕的后座子，尖锐的爪子。赵卫国眼睛一下瞪圆，嘴里的烟头直接掉鞋面上，他压着嗓子喊，我的老天爷，赶紧蹲下，伸手在山欢后背上捏了2把。周围几个懂行的买主凑过来一看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有人说这么大的山欢，这得有快40斤了吧？又有人说这肥膘，这皮毛一刀下去全是油啊。赵卫国扒开山欢脖子上的毛，瞧见那个血窟窿，猛吸一口气，抬头看你，他问一箭穿喉，兄弟，你是个狠人啊，这玩意儿凶得很，你一个人弄死的？你点点头，懒得废话，说开个价吧。赵卫国咽了口唾沫，眼珠子一转，说兄弟，这东西我厂里领导正需要，这样30块钱外加10斤粮票，我收了。你盯着他伸出5根手指，声音一点不抖，说50块钱外加30斤全国通用粮票，2斤肉票，少1分都不卖。周围人全部吭声了，这价可不低，赶上普通工人1个半月工资了。赵卫国皱了皱眉，说兄弟，价太高了，40块钱粮票给你20斤，咋样？你二话不说，抓起麻袋口提了起来，转身就走。赵卫国急了，喊哎别走啊，领导正点名要野味呢。他一把按住麻袋，说行，就按你说的价，我收了。他从内衣兜里掏出一叠大团结，数出5张递给你，又数了一把花花绿绿的票子，你接过来，借着手电光点清，仔细揣进贴身兜里，钱货2清。你正打算去弄点白面，赵卫国往前凑了凑，压低声音说兄弟，看你这身手是个老猎户了，我这有个好东西，你肯定喜欢。说着，他转身从背后破木箱里摸出个长条油布包，一层层解开，里面露出一把3棱军刺，金刚打的，刀刃泛着冷光，血槽极深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发现稀有近战武器，可大幅提升近战杀伤力。你眼睛一亮，这年头这种硬通货不好找，山里野猪黑熊多，光靠破竹弓不够看，有了这玩意儿进深山就多张保命底牌。你问多少钱？赵卫国笑了笑，说不要钱，拿你刚才那2斤肉票换，再加5块钱，就当交个朋友，以后有啥好野味先紧着我。你说成交，痛快给钱给票，把3棱军刺别在后腰上，兜里有钱底气就足。你在暗室转了一圈，买下20斤富强粉，又割了3斤肥的流油的大肥肉，路过杂货摊，顺手买了一大包大白兔奶糖和2盒火柴。你想着家里饿得皮包骨头的小娟和瘸腿的爹，明天一早全家就能吃上白面肉包子了。东西买齐，你把白面和肉塞进空麻袋背肩上往外走，天边已经泛起一点鱼肚白。你顺原路往村里赶，步子飞快，刚出镇子没多远，拐进一片小树林时，你耳朵一动，停下脚步，身后干草丛里传来嘎吱一声脆响，有人踩断了树枝。你没回头，手悄悄摸向后腰那把3棱军刺，刚拐过土坡，你猛地一停，身子往树干后一缩，后头俩人没防备，直接从草丛里窜出来，是2个穿破棉袄的二流子，手里拎着生锈的杀猪刀，高个子四下乱看，问人呢，跑哪去了？你冷不丁从树后走出来，说在这儿呢。高个子吓了一跳，接着就乐了，拿刀指着你说，小子挺机灵啊，废话少说，把你背的麻袋还有刚才在暗室里卖野味的钱全掏出来，哥俩留你一条腿走回去。你想都不想，直接拔出后腰的3棱军刺，3条血槽在蒙蒙亮的天光下泛着渗人的冷光。矮个子吐了口唾沫，说别跟他废话，抢！他举着杀猪刀就朝你肚子捅过来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检测到敌意目标，近战辅助开启。你眼前视线一变，矮个子扑来的动作慢了半拍，右侧肋骨下方出现个红色光圈，那是破绽。你身子往左一偏躲开刀，右手攥紧军刺，朝
朝那红圈狠狠扎过去。扑哧一声闷响，军刺直接扎透矮个子的大腿肉。你手腕一拧，猛地拔出，血顺着血槽飙溅一地。矮个子捂着腿倒地打滚，杀猪刀也扔了。高个子看傻了，没想到你出手这么狠，手里还有这要命的家伙。你甩了甩刀上的血，往前一步盯着他，问还抢吗？高个子吓得脸发白，腿肚子直哆嗦，手里的刀吧嗒掉地上，说不抢了，大哥，我们瞎了眼。你冷着脸问，兜里有钱吗？高个子赶紧翻兜，掏出2块钱和几张破粮票，哆哆嗦嗦递过来。你一把抓过塞进兜里，踢了踢地上的矮个子，说滚。高个子赶紧扶起同伙，两人一瘸一拐往镇上跑，头都不敢回。你把军刺在草上蹭进血插回后腰，掂量着新得的2块钱，心里冷笑，这年头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不要命的，不下狠手谁都敢来踩一脚。你背起麻袋，大步流星往村里赶。天大亮时，你推开自家破土屋的门，屋里冷得像冰窖。你爹林宝根靠在炕头，抱着断腿直哼哼。妹妹小娟缩在破棉被里，小脸冻得发青，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了。听见门响，林宝根抬头看你一眼，叹了口气问川子，你大清早跑哪去了？他说锅里还剩口水，你烧热了给小娟灌下去顶顶饿吧。你没吱声，把麻袋咚的扔桌上，走到炕边，掏出大白兔奶糖剥开一个，直接塞进小娟嘴里。小娟愣住了，尝到浓浓的奶甜味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说哥甜的，你说吃吧，哥带好吃的回来了。你揉揉她枯黄的头发，转身解开麻袋，20斤雪白的富强粉，3斤肥的流油的猪肉，还有火柴、盐巴，全倒在桌上。林宝根眼珠子差点瞪出来，结巴着问川子，你这是哪来的？你可别干犯法的事啊！你说爹，你放心吃，这是我昨晚在河沟里打着大鱼和野鸭，拿去镇上换的。你边说边拿起菜刀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你没空多解释。你把大肥肉切成小块，点火烧锅，肥肉块往热铁锅里一扔，滋啦一声，白花花的猪油瞬间冒出来，肉香味在破屋里直接炸开。小娟糖都顾不上嚼了，趴在炕沿直勾勾盯着锅，口水哗哗咽。林宝根也狂咽唾沫，一句话说不出。你舀了2大碗白面合成面团，等锅里肥肉熬成金黄焦脆的油渣，添上2瓢水，水一开，直接把面团揪成面片往锅里甩，最后撒把盐，一大锅油汪汪的猪油肉渣面片汤出锅。你给小娟和爹个盛了满满1大碗，自己也端起1碗大口罢了。滚烫面片混着油渣下肚，浑身都暖和了。小娟吃得满脸是油，呼噜呼噜连汤都喝干了。小娟打了个饱嗝，说哥真好吃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脸上总算有了血色。林宝根端着碗，眼眶红了，说川子出息了，知道顾家了。一家人正吃得香，院门咣当被人推开，一个尖嗓门传进来说，哎呦喂，林家这是发大财了，大清早的肉香味都飘到村口了。你眉头一皱，放下碗，门帘一掀，邻居孙彩霞扭着腰走进来，她3角眼滴溜溜乱转，一眼盯上桌那半块肥肉和白面，眼睛亮得跟狼一样。孙彩霞说，宝根大哥，你家川子这是去哪发财了，买这么多好东西？她边说边凑到桌边，伸手就想摸肉，你直接伸手，啪的打掉她的手。你冷冷看着她，孙彩霞手背被打红，立马换上委屈嘴脸说，哎呦，川子你干啥？婶子就是看看。她说你家以前揭不开锅，婶子可没少接济，去年借你们那半碗棒子面到现在还没还呢。她说今天既然有肉有面，不如割1斤肉，装2斤面给婶子带回去当还账了，行不？你差点气笑。去年她借的棒子面全是发霉长毛的，你爹吃了拉3天肚子差点没命。后来你爹拿2大捆好柴火早抵清了，这老娘们闻着味儿就来打秋风，脸皮真厚。你说孙彩霞那半碗发霉棒子面，我爹早用柴火还清了。你想吃肉，你站起身盯着她。孙彩霞被盯得发毛，还梗着脖子说咋的？你想打长辈啊？她说告诉你，不给我肉，我就去大队部说你倒买倒卖，看你进不进去蹲几年。你没废话，右手直接摸向后腰，唰的一声拔出3棱军刺，手腕一用力，狠狠往木桌上一扎，砰的一声，军刺直接扎透后桌面，刀尖从底下透出来，刀柄还在剧烈晃动，嗡嗡作响。你盯着孙彩霞，指了指桌上的刀，说肉在这，你拿一个试试。孙彩霞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肥肉直颤，看着那把吓人的军刺和你那要杀人的眼神，她腿都软了。她说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犯浑！孙彩霞连退几步撞在门框上，吓得连滚带爬跑出去，边跑边喊杀人啦，林家小子疯了。你冷笑一声，拔出军刺拿布擦干净。林宝根吓坏了，说川子，你惹他干啥？这娘们嘴碎，万一真去告你。你说爹，你记着，咱家现在不欠谁的，谁敢抢咱的饭碗，我就剁了谁的手。你拿白布盖好肉和面，语气硬邦邦的。林宝根张了张嘴，看着你那股狠劲，叹口气没吭声。他觉得儿子变了，以前窝囊的川子不见了，现在像头狼。你掏出剩下的钱和票仔细数了数，卖野味的钱加上反抢那俩二流子的，买完东西还剩9块5，外加几张粮票布票，这算你赚到的第一桶金。但你想得很清楚，靠河沟打鱼摸鸭发不了大财，迟早有打光的一天。想着好爹的腿，让小娟过上好日子，必须进深山。深山的野猪、黑熊、鹿，随便打一头都能卖大价钱。可深山危险，光靠破竹弓和军刺就是给野兽送菜，你得弄把真家伙，最好是带火药的重火力。正想着去哪弄枪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宿主完成首次护财反击，体能小幅提升，开启猎物追踪雷达初级权限。你浑身肌肉一热，疲惫瞬间扫空，胳膊充满力量。紧接着，视野右上角出现个半透明雷达图，雷达图大半是灰色，但在村后深山方向有个红的发紫的光点正缓慢移动，这颜色比之前的野鸭黑鱼红了10倍不止。你眯起眼盯着雷达里那红的发紫的光点，心里直痒痒。看着移动速度，绝对是投掷钱的猛兽，弄死他，爹治腿和小娟上学的钱就全有了。但深山不是闹着玩的，靠手里这受潮破竹弓和生锈军刺进去就是送肉，你得弄把带火药的真家伙。第二天一早天还黑着，你轻轻爬起来，在锅里留下俩野菜饼子，把剩下的9块5贴肉藏好。那年头倒买倒卖抓的严，被逮住得压着在街上走一圈。你绕开大路，顺着荒草沟摸黑赶到县城外的废砖窑，这地方就是10里8乡有名的暗室，砖窑里黑压压全是人，都压低嗓门嘀咕，卖啥的都有。你挤在人群里，死盯卖铁器就杂货的摊子，最后在最里头的角落停下脚，
摊主是个干瘦的独眼老头，裹着破棉袄蹲在地上抽旱烟，面前破化肥袋子上摆着生锈镰刀头和破怀表。你目光越过破烂，盯住压在边上的长麻袋，袋口露出一截乌黑的铁管。你走过去蹲下，指着麻袋问大爷：“这长家伙怎么卖？”独眼老头撩起眼皮扫你一眼，看你满身补丁，磕了磕烟袋锅说：“去，小娃娃别瞎打听，这玩意儿你买不起。”你没搭理他，直接伸手摸向铁管，刚碰到铁皮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扫描到破损的单管老式猎枪，枪管内壁锈蚀度70%，撞针严重磨损，射击精度极低，炸膛风险80%。你心里有数了，拿报废破枪忽悠人。你冷笑说：“不就是把生锈的老洋炮吗？”老头一听急了，一把扯开麻袋说：“放屁，这可是正经单管猎枪，打野猪都不在话下。我看你小子存心来捣乱。”旁边凑过来个穿蓝干部服、蹬黑皮鞋的男人，一看就是吃公家饭的，这是县供销社采购员赵卫国，专来按时收紧俏山货。他凑近看那枪，咂巴着嘴问老头：“你这枪锈成这样还能打响？我看着悬啊！”老头脖子一梗，扯嗓子喊：“怎么打不响？昨我还用它打下2只野鸽子，一口价20块，少1分不卖，20块，你兜里一共才9块5。”你站起身拍掉手上铁锈说：“大爷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就这破烂敢要20？”老头瞪起独眼说：“你懂个屁！这枪管可是好钢。”你打断他说：“好钢！”直接拿起猎枪，系统界面瞬间展开，红色辅助线把枪身毛病标得清清楚楚。你指着枪管根部的细缝说：“看到没？这叫暗裂。你这枪管里早就锈透，膛线全平了。打野鸽子，你装点火药试试，第一枪就炸膛，直接把你这手炸烂。”老头脸色变了，嘴唇动没吭声。你接着拉开枪栓，指着里头说：“还有这机针，磨得跟针尖一样细，弹簧软的像面条，10枪打响1枪，算你祖上积德。这破烂白给我都嫌占地。”你这话句句戳痛处，老头冒出冷汗往后缩。旁边的赵卫国听得眼睛直了，上下打量你，心想这半大小子穿的破烂，懂得倒挺多，一看就是玩枪老手。你把枪往化肥袋子上一扔，转身就走，说：“你自己留着当烧火棍吧。”老头急得一把拉住你袖子说：“哎，小兄弟别走啊，这破枪摆了快半个月没人买，好不容易碰上懂行的，他哪肯放过？”老头咬牙说：“那你给个价。”你停脚转头伸出5根手指说：“5块钱，多1分我都没有。”老头差点跳起来说：“5块你抢劫啊？我这好歹是铁家伙，卖废铁也不值5块。”你冷眼看他，5块钱外加你兜里那几发防潮子弹，不卖拉倒，我转身就走。这破枪除了我没人敢要。老头死死盯着你，见你连头都不回，终于泄气摆手说：“行，算我倒霉碰上你这活祖宗，拿去。”你掏出5块钱递过去，老头从怀里摸出油纸包，里头包着7、8发黄澄澄的猎枪子弹，连同单管猎枪塞进麻袋递给你。你把麻袋往肩膀一扛，心里踏实了，有了这玩意，回去用系统修一修，深山猎物绝对跑不了。刚准备走，赵卫国凑上来递根大前门香烟说：“小兄弟行家，认识一下，我叫赵卫国，县供销社采购科的。”你摆手没接烟说不会抽。赵卫国自己把烟夹在耳朵上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小兄弟看架势是准备进深山搞大活，以后打到好东西，野猪、熊瞎子、好皮子，直接来县供销社后门找我，价格绝对比外面高，还不用担风险。”你点点头，记下他的名字，转身挤出暗室。回村时太阳已经升老高，你背着麻袋刚走到村口大槐树下，就见村长急得满头大汗，原地打转。他一抬头看见你，几步跑过来抓住你胳膊说：“川子可算找着你了，出大事了。”村长喘着粗气，脸煞白。你皱眉问咋了？村长指着后山方向，声音都在抖说：“后山那片玉米地让个大家伙给拱了，守夜的李瘸子被咬掉半拉大腿，眼看就不行了。你爹说你打猎有一手，快去看看吧。”你顺着村长手指看去，雷达里那红得发紫的光点，不知啥时候已经移动到村子边缘的玉米地里。你想都没想，把肩膀上的麻袋往上一边，大步朝后山走去，跟着村长跑到后山玉米地，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。这片地没法看了，玉米杆倒了一大片，棒子被啃得乱糟糟的，满地烂泥蹄印，旁边还有一大滩血。你爹林宝根拄着拐杖站在田埂上，急得直拍大腿说：“川子你可算来了。”你把麻袋往地上一放，旁边看热闹的孙彩霞撇着嘴开口说：“宝根叔，你把川子叫来顶啥用？他平时打个水鸟还行，这可是把李瘸子半条腿撕下来的大炮卵子，这不是让自家儿子去送死吗？”村里几个汉子跟着点头，一个光膀年轻人也数落说：“就是那家伙黑乎乎跟小山似的，李瘸子的杀猪刀砍上去连皮都没破，川子这小身板不够塞牙缝的。”你没搭理他们，直接走到血迹旁蹲下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发现大型野兽活动痕迹，开启现场还原扫描，目标判定成年雄性野猪，俗称大炮卵子，体型预估体长超2米，体重450斤以上，危险等级极度危险。你摸了摸泥地里比拳头还大的蹄印，又看旁边被蹭掉树皮的松树，泥浆没干，蹭痕离地快1米高。你起身拍拍手上的泥说：“这畜生起码450斤往上。”你比划了大半个小臂的长度说：“獠牙得有这么长。”周围人吓了一跳，孙彩霞吓得往后退2步不吭声了。村长急得直搓手问：“川子那可咋整？村里土冲早收了，现在连个响器都没，这畜生尝了人血，晚上肯定还来祸害庄稼，搞不好要进村伤人。”你说硬拼不行，转头看村长说书，找几个手脚麻利的，去大队部把最粗的麻绳搬来，再拿2把铁锹。村长愣了问：“拿麻绳能捆住那玩意儿？”你说下套，解开麻袋掏出暗室买的粗钢丝绳，他皮厚刀砍不动，但只要喘气，脖子和腿就是弱点。村长见你有把握，赶紧打发人去拿。你直接开启系统陷阱布置辅助世界，眼前瞬间变样，玉米地和树林盖上一层蓝色网格，几条红光虚线显现，这是系统推算出的野猪行进路线。红线最密的地方在玉米地和树林交界的一个豁口，那有2棵老榆树，中间留了条半米宽的过道，地上光秃秃的，全是野兽常走的老兽道。你大步走过去说：“就这儿了。”没一会儿，村长带人拿来工具，你接过铁锹，在老榆树中间的必经之路上挖了个脸盆大、半尺深的坑。旁边年轻人忍不住问川子：“这坑连野猪蹄子都陷不住吧？”你说：“不是陷他的，是绊他的。”扔下铁锹，抽出柴刀，砍了根手腕粗的青杠木树杈。你把一头削尖钉在坑底，另一头卡在坑沿做成踏板，
接着拿起粗钢丝绳，在一头打了个锁喉扣，这扣只要套进去，越挣扎勒得越紧。你把钢丝套平铺在坑口踏板上，另一头死死绑在粗麻绳上。你指着左边一根大腿粗的树杈说书，叫人帮忙把这榆树杈子拉下来。4、5个壮汉拽着麻绳，硬生生把树杈压弯了快90度。你手快，把麻绳另一头挂在坑底踏板机关上，只要野猪踩中踏板，机关脱落，压弯的树杈就会猛弹回原位，瞬间拉紧钢丝套。这还没完，400多斤的野猪力气大，单凭树杈弹力顶多吊起一条腿，它发狂说不定能咬断麻绳。你又拿出剩下的钢丝绳，在2棵老榆树干之间离地半米高的地方，横着下了个更大的套子，正对野猪来的方向。靠着系统受力分析辅助，你把套子角度调到最好，只要野猪冲过来，脑袋必定钻进去。你说连环套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前脚踩中地上的绊脚套，树杈弹起扯腿，他一慌往前冲，脑袋直接扎进半空锁喉套，两头受力，力气再大也使不出。周围村民看你动作利索，全都不吭声了。刚才嘴碎的孙彩霞也瞪大眼睛，看你的眼神全变了。你爹林宝根摸着胡茬，一脸骄傲说：“我儿子这手艺比当年山里的老把式还利索。”你试了试绳子绷紧度，转头对村长说：“书套子下好了，赶紧让大伙回村，家家户户把门插死，狗拴好，不管晚上后山啥动静，谁也别出来看热闹。”村长连连点头，招呼村民回走。你爹不放心想留下，被你硬劝回去了。人走光后，太阳也落山了，你没回村，爬上10几米外的一棵大松树，跨坐在离地4、5米高的树杈上，把硬木工放手边，掏出杂粮饼子啃了2口。天色黑透，你盯着系统雷达，突然雷达边缘那红得发紫的光点闪了一下，它开始移动，速度极快，正顺着老林子直奔玉米地。树林深处传来低沉的哼哧声，紧接着灌木被撞断咔嚓直响，地面都开始微微震动。你憋着气，一把抓起硬木工，搭上铁箭头，你死死盯着右上角的系统雷达，那个红得发紫的光点离你不到50米了，正像推土机一样直奔玉米地。林子边缘传来大腿粗灌木被撞断的声音，地面跟着震动，连你坐着的树干都在发麻。借着月光，你终于看清了这畜生的模样，当场倒吸一口凉气。好大一头孤猪，体长绝对超过2米，壮得像头小牛犊。它身上裹着一层厚厚的松脂和泥巴，早就结成了硬邦邦的铠甲，嘴里支出2根白森森的獠牙，足有成年人小臂长，尖端磨得跟短刀一样，看着就头皮发麻。野猪抽动着大鼻子，明显闻到了诱饵的香味。这畜生贼精，走2步停一下，竖起耳朵听动静。但炒熟的玉米面拌了盐巴，诱惑太大，它到底没忍住，顺着香味一步步走进了你的套子圈，低下头大口拱着地上的玉米面，吃得吧唧作响。突然，它粗壮的右前蹄往前一迈，正好踩进浅坑，机关木棍踩断，旁边弯成弓形的借力小树猛地向上回弹，藏在落叶下的双股钢丝绳瞬间收紧，死死勒住野猪的右前腿。野猪扯着嗓子惨叫，震得远处的鸟飞了一大片。它吓得猛往后挣，巨大的力气顺着钢丝绳，直接把大腿粗的借力小树拽弯了90度，树根的泥块直往下掉。野猪彻底疯了，红着眼拼命甩右腿想挣脱，可你打的是死结，越挣扎勒得越紧，钢丝绳瞬间陷进皮肉，勒出深深的血沟。它开始在原地疯转乱撞，周围的玉米杆被压倒一大片，4只大粗蹄子把地皮刨出几个半米深的大坑，泥土掺着玉米杆乱飞，一棵碗口粗的树被它生生撞断，砸起一阵土。你坐在树上死死抱住树干，看出一手冷汗，这要是在平地上硬碰硬，10个壮汉拿铁锹也得被它拱死。系统雷达里紫红光点狂闪，野猪折腾了10几分钟，把周围的地都犁平了，发现挣不脱，居然停下来去咬腿上的钢丝绳，獠牙和钢丝硬磨在黑夜里擦出几点火星子，听得人牙根发酸。多亏你用了双股钢丝，要是单股的，早被这咬合力给干断了。野猪咬了半天，牙快崩了也没咬断，它突然停下，猛抬头，充血的眼睛死死盯住你这棵大松树。它闻到你身上的味了。野猪一声狂吼，后腿猛蹬，带着绷直的钢丝绳向失控的卡车直撞过来，一声巨响，树干剧烈晃动，你手脚并用死死夹住树干，才没被甩下去。震落的松针劈头盖脸砸了一身，野猪撞一下还不解气，后退2步刨了2下地，又是一记猛撞，树干发出快断的嘎吱声，树皮被撞掉一大块，不能让它再撞了。树再粗也经不住这3、400斤的巨兽发疯，树一断掉下去必死无疑。你立马稳住身子，抓起硬木工，抽出一根铁箭头木剑搭上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辅助瞄准开启，一道淡蓝色抛物线弹出，准心死死锁定野猪宽阔的后背。你双臂猛发力，把硬木工拉到满月，你大喝一声松手，铁箭头带着风声狠扎向野猪后背，铁箭头撞在野猪厚厚的泥甲上，竟然擦出一串火星子，直接被弹歪扎进了泥地里。你瞪大眼睛，这泥甲太硬了。野猪连皮都没破，反而被彻底激怒，仰头冲你狂叫，白沫子乱甩，退后准备第3次撞树。你咬牙快速搭上第2根箭，系统准心移动，这次直瞄他的右眼，第2箭射出，野猪正好狂躁一甩头，箭偏了半寸，直接扎在他脖子上，铁箭头只扎进去不到半指深，就被松指甲死死卡住。野猪用力一晃脖子，箭直接掉地上了。你眉头拧成疙瘩，这硬木工顶多30磅拉力，打野鸡还行，对付这种披着铠甲的成年野猪简直是挠痒痒。底下的野猪还在发疯，拼命往后拽钢丝绳，借力小树被连根拔起一大半，泥土大块往下掉，双股钢丝绳拉到极限，听得人心惊肉跳。你心里一沉，套子再结实也架不住他这么折腾，等他拔起借力树或者挣断绳子，今晚谁也别想活。你死盯着系统雷达里的红光，视线快速扫过野猪身体，找他没被你甲盖住的死穴，光靠硬木工破不了防，必须换把磅数更大的重弓，找准薄弱处一击毙命。底下的野猪还在发疯，拼命往后拽钢丝绳，借力的小树被连根拔起大半，泥土直往下掉，双股钢丝绳拉到极限，嘎嘣直响。你心里明白，
套子再结实也架不住这么折腾。等他拔起束或挣断绳子，今晚谁也别想活。你想起出门前，爹林宝根摸着瘸腿叹气，妹妹林小娟饿得小脸蜡黄，连话都说不出。今天要是空手回去，一家人都得饿死。你死盯系统雷达里的红光，视线扫过野猪身体找死穴，光靠手里这把硬木弓根本破不了防，必须换重弓，找准薄弱处一箭要他的命。你换出系统面板，这几天打黑鱼射野鸭攒的狩猎点数，本来想换粮食，现在保命要紧，你把点数全砸在弓箭上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手里的硬木弓猛地一沉，重了1倍多，木头表面变得光滑发黑，细弓弦也变成了粗壮的牛筋弦。系统提示：硬木弓已强化为60磅重弓，宿主双臂力量已同步提升。你握紧拳头，感觉2条胳膊像充了气，肌肉紧绷，伸手捏住牛筋弦往后一拉，真硬，弓弦变得像钢丝一样难拉。你咬着牙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才勉强拉开一半。这就是60磅重弓的威力。底下一声爆响，借力的小树从根部折断，野猪挣脱了，他脖子死死勒着钢丝绳，拖着半截断树，红着眼盯上你藏身的大树，后腿猛一蹬地，烂泥乱飞，像拖拉机一样冲过来。野猪一头撞在树干上，2人粗的大树被撞得直晃，树叶落你一身，树皮被獠牙啃掉一大块。你脚下一滑，半个身子悬空，赶紧双腿死死夹住树干，一手抠住树皮，指甲抠进木头缝里才稳住。往下一看，野猪退后几步，晃晃脑袋，前蹄刨着烂泥，喷着白气，准备撞第2次。你清楚，树再粗也架不住这么撞，掉下去就是死。你站稳脚跟，抽出一根铁箭头搭在重弓上，深吸一口气，双臂猛发力，粗壮的牛筋弦被你一点点拉开，60磅重弓拉成满月，肩膀关节咔咔响，胳膊青筋暴起，汗珠滚进眼睛里，你眨都不敢眨。系统辅助瞄准线亮起，你没急着松手，刚换的60磅要是还射在后你甲上，顶多扎进去一节，要不了他的命，必须找死穴。你死盯着野猪，系统雷达红光来回扫，这畜生浑身裹满松树油和烂泥，早就结成硬铠甲，背上肚子大腿全包得严严实实，根本没法下手。野猪低头蓄力，就在他低头的一瞬，你眼睛一亮，他耳根后头连着脖子的地方有条巴掌大的缝，因为长转头，那块没解你甲，露出黑灰色的猪皮，那地方离大脑和颈动脉最近，只有一层皮肉。你咬紧牙，死死锁住那块软肉。野猪闷吼一声，猛窜过来再次撞树，大树剧烈摇晃，你双腿死死夹住树杈，借着晃动的力道调整弓，辅助瞄准线快速移动，死死定格在野猪耳根后的破绽上。你憋着的那口气猛吐出来，手指瞬间松开，60磅重弓爆发出恐怖的弹射力，弓弦震得你虎口发麻，铁箭头化作黑影，带着破空声直奔野猪耳根，速度比之前快了1倍不止。铁箭头没被弹开，60磅的力道直接撕开猪皮，狠扎进耳根后的破绽里。野猪发出一声惨叫，震得你耳朵嗡嗡响，他猛地刹住脚，在泥地上滑出去2-3米远，他疯狂甩着脑袋，疼得满地打滚，水桶粗的身子压烂大片灌木丛，烂泥树叶到处乱飞。你死死盯着他，箭扎进去一半，暗红的血顺着箭杆往下流。野猪没倒下，打个滚又站了起来，他脖子上插着箭，眼睛更红了。死盯树上的你，獠牙把树皮啃得咔咔响，你一看就明白了，60磅力气够了，破绽也找准了，但箭头不行，这普通扁平铁箭头对付皮薄的还行，遇到野猪这种皮厚肉紧的，扎进去被2边肉一夹，根本穿不透肌肉层，伤不到大血管。这下不但没要他的命，反而把他彻底激怒了。今天弄不死这畜生，一家子都得饿死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手摸向后腰，抽出出门前特意准备的保命家伙，这是根比普通竹剑粗1圈的硬木剑，箭头不是扁平铁片，而是一块在磨刀石上蹭了一宿，打磨出3个锋利棱角的精铁。为了磨它，你手指头全出血泡，3棱形带血槽，只要扎进去，血就顺着血槽往外喷，肉根本夹不住，钻破后甲，放血极快。野猪疯了一样撞击大榆树，树干剧烈晃动，震得你胃里直翻腾，枯树叶哗啦啦往下掉，砸了你一头一脸。你双腿死死夹住树干，大腿内侧早磨破了皮，火辣辣的疼。树底下的野猪彻底疯了，他脖子上还插着刚才那根扁铁箭头，虽然没中要害，但疼得他直叫唤。他那对发黄的獠牙像2把大凿子，对着树干一顿狂啃，咔嚓咔嚓的声音听着直起鸡皮疙瘩。大块树皮被硬生生啃掉，露出白生生的木芯。你盯着底下的动静没敢乱动，这畜生天天在松树上蹭痒，泥坑里打滚，身上早裹了厚厚一层松脂和硬泥巴，干透后就是一层天然铁甲。刚才的扁铁剑就是被这层硬壳挡住，根本扎不透。你摸着刚抽出来的3棱硬木剑，这是你熬了一宿磨出来的宝贝，3个棱角锋利的能刮头发，中间还带着深血槽，但这玩意儿再厉害也得找准地方，硬扎被脊骨照样得弹开。你再等它露出没松脂保护的软肉。野猪撞了10几下没撞断树，你也没掉下来，他停下动作，呼哧呼哧喘粗气，鼻孔直喷白烟。他往后退了2步，前蹄在泥地上焦躁地刨出个大坑，接着猛地仰头，冲你发出一声刺耳的嚎叫。就是现在，他这一仰头，下巴底下一大块皮肉直接露了出来，那地方平时藏在下面蹭不到松脂，只有薄薄一层皮，皮底下就是大动脉和喉管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把3棱剑搭上弓弦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系统那道红色辅助线立刻在眼前亮起。你双臂猛地发力，一点点扯开60磅的硬弓。你长期吃不饱饭，身子虚，刚才那一箭又耗了大半力气，现在强行拉弓，2条胳膊的肌肉像要撕裂一样，额头青筋直冒，汗水顺着眼角流下来，折得眼睛生疼，但你连眼都没眨。弓臂发出听着牙酸的嘎吱声，终于被拉成满月。系统的红色辅助线快速调整，跟着你的呼吸上下浮动，最后死死锁定野猪下巴那块白肉。你憋住最后一口气，右手手指猛地一松，嗖，3棱硬木剑带着风声，像道黑闪电扎了下去。这次声音跟之前完全不同，不是噗的闷响，而是嗤的一声，痛快的很，就像烧红的铁棍插进冷水里。3棱箭头带着锋利的棱角，轻松撕开野猪下巴的薄皮，3个血槽立刻发挥作用，野猪紧绷的肌肉根本
本夹不住箭头，反而顺着血槽把伤口越撑越大，整根硬木剑直接扎进去大半截，生生穿透喉管，切断了最粗的大动脉。野猪的嚎叫声猛地停住，像被人一把掐住脖子，声音变成沉闷的呼哧呼哧声，像个漏气的破风箱。紧接着，一股蓝色液体顺着箭杆血槽喷射出来，速度极快，直接窜出去2米多远，洒在落叶和树干上，冒着刺鼻的热气。野猪彻底察觉到了死亡威胁，它疯了，它顾不上树上的你，转头就在林子里乱冲乱撞。碗口粗的小树被一头撞断，大片灌木丛被碾得稀烂。它一边发狂奔跑，下巴上的蓝色液体一边往外狂喷。你待在树上抱紧树干，看着它发狂，放血槽的威力你最清楚。它跑得越快，挣扎越猛，心脏跳得越剧烈，蓝色液体的越快。不到2分钟，野猪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，4条腿开始打晃，像喝醉了酒一样。最后，它一头撞在长满青苔的大石头上，没能再爬起来，庞大的身子轰然倒地，砸的地面都跟着震了一下。它躺在地上，4条粗腿胡乱蹬了几下，把泥土刨得乱七八糟，嘴里吐出一大口带蓝色液体的白沫，身子猛地抽搐2下，彻底不动了。你没急着下去，山里老猎人都知道野猪命硬，装死本事一流，现在下去要是被它临死前顶一下，肠子都能被挑出来。你在树上足足等了5分钟，掰了块干树皮用力砸在它鼻子上，野猪一点反应没有，你这才松口气，顺着树干滑下来，双脚刚落地，脑子里一连串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就响了起来。滴，越级击杀成年野猪1头，弓箭射击熟练度大幅度提升，当前等级精通，完成首次大型猛兽狩猎，触发隐藏奖励，体质强化1次。提示音刚落，你就感觉一股滚烫的热流从脚底板猛窜上来，顺着脊椎骨直冲头顶，刚才拉弓拉的酸痛抽筋的双臂立刻变得轻松无比，长期吃不饱饭带来的虚弱和饥饿感被这股热流一冲，全都没了。你用力握了握拳头，骨节发出咔咔的响声，你感觉自己现在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使不完的牛劲，就算再拉10次60磅硬弓也绝对没问题。你大步走到野猪跟前，离近了一看，这畜生大得吓人，一身黑毛像钢针一样根根倒立，獠牙往外翻着，透着股凶悍劲。你伸手掂量了一下，这分量少说也有270-280斤，快赶上300斤了。你拔出腰间的杀猪刀，找准野猪脖子的大血管补了一刀，把剩下的蓝色液体彻底放干净，然后双手握住3棱硬木剑的剑尾，用力一把，嗤的一声，箭头带着一串血珠被拔出来。你在落叶上把箭头擦干净，重新插回后腰。这宝贝立了大功，以后还得靠它吃饭。接下来是个大麻烦，怎么把这块300斤的肉山弄下山？你现在的力气虽然被强化了，但要扛着300斤野猪走几里山路也是做梦。你想起家里四面漏风的破土屋，妹妹林小娟这会儿估计还在床上饿得直冒虚汗，爹林宝根拖着残疾腿连下地干活都费劲。有了这头野猪，一切都不是事儿了。猪肉能让家里人敞开肚皮吃个饱，剩下的肉和猪皮还能拿去镇上，找采购员赵卫国换成实打实的粗粮和票证。你左右看了看，林子里最不缺粗壮的青藤，你挥起柴刀，砍下2根大拇指粗的最结实的青藤，放在石头上砸软增加韧性，然后把青藤牢牢套在野猪的2个大獠牙上打了个死结，另一头缠在自己肩膀和腰上。你转过身背对野猪，双腿微弯，肩膀猛地往前一发力，快300斤的野猪在后落叶上滑动了一下，发出沉闷的摩擦声，虽然沉得像块大石头，但能拉得动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把青藤勒紧肩膀，迈开大步朝山下走。庞大的野猪在泥地上拖行，压出一道深沟，暗红血迹顺着伤口滴落，在山路上画出一道红线。你心里清楚，拉着这么个大家伙回村绝对是大动静。村里那些平时看不起你们家穷得眼睛发绿的人，比如那个天天阴阳怪气的孙彩霞，看到这头野猪，眼珠子都得瞪掉下来。你咬紧后槽牙，身子前倾，双腿像木桩一样扎进泥里，一步步往山下挪。快300斤的野猪死沉死沉，大拇指粗的青藤隔着单薄的旧褂子，在你肩膀勒出深深的红印，火辣辣的疼，但你脚下没停，脑子里的系统面板亮着淡蓝光。虽然没加神仙力气，但刚才杀猪的准头和狠劲，让你心里有了底。你的耐力明显强了一大截，换做以前饿得直打晃的你，连这根青藤都拽不动。山路上全是坑包和碎石烂树根，野猪庞大的身子在烂泥上硬生生拖过，压出一条宽印子，脖子上的血洞还在往外冒血，混在黑泥里拉出一条长长的红线，招来一群绿头苍蝇在后头嗡嗡乱飞。你大口喘着粗气，汗水流进眼睛，杀得生疼，连抬手抹一把的功夫都没有。一想到家里饿得直打晃的妹妹小娟，还有瘸腿的爹林宝根，你脚下的步子倒腾得更快了。走了1个多钟头，前面透出亮光，村口的大老槐树露了头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把肩膀的青藤紧了紧，大步走上村里的干土路。这会儿正是下午，村里闲人都在大槐树下蹲着扯闲篇。李老头正抽着旱烟，一抬头眼珠子定住了，烟袋锅子啪嗒掉在脚面上，烫得直跳脚，都没顾上喊疼。李老头扯着破锣嗓子大喊：“我的老天爷！”7、8个村民全围过来，瞪大眼睛盯着你身后那座黑乎乎的肉山。有人问这是大野猪，有人说的有200-300斤吧，看那2根大獠牙能把人肚子挑穿。有人问川子你这是打哪儿弄来的？人群一下炸了锅，你没搭茬，继续往前走。穿着花布衫的孙彩霞挤出人群，她平时就爱占小便宜，一看这么大头野猪，眼睛都快冒绿光了。她扭着腰死死挡住你的路。孙彩霞扯着大嗓门喊：“哎呦喂，川子啊，你长本事了！这么大一头野猪，你一个人可弄不回来。这是大山里的东西，大山里的东西就是大集体的，你得把这猪交到大队去，让大家伙分分。”旁边几个眼红的跟着起哄。村里的二流子王赖子拿着破镰刀晃悠上前，王赖子直咽口水，眼睛死盯着野猪肥厚的后腿说：“彩霞婶子说的对啊，见者有份。川子你也别吃独食，先割条后腿下来，让大家伙晚上开开荤。”说完，王赖子伸出黑乎乎的手就想去摸猪肚子，旁边几个胆大的也脚底往你这边挪。你停下脚步，冷眼看着他们。今天要是退一步，这头猪连根毛都剩不下。你肩膀一抖，甩下套在身上的青藤。王赖子的手眼看就要摸到猪皮，你右手握紧沾满猪血的柴刀，手腕一翻，唰，柴刀带着风声劈下，贴
贴着王赖子的手指头，死死剁在野猪旁边的硬泥地里。砰的一声，泥巴溅了王赖子一脸。王赖子吓得往后猛退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脸都白了。王赖子扯着嗓子嚎：“你瞎眼了，想剁我的手啊！”你弯腰一把拔出柴刀，刀刃上的血水混着泥水往下滴。你往前迈了一步，死死盯着王赖子。你说这猪是我拿命拼回来的，声音不大但咬字极重。谁想吃肉，自己拿刀上山找野猪去。谁要是敢在这儿伸爪子，你举起柴刀，刀尖直指王赖子的鼻子，说：“我这刀不长眼，剁了野猪不介意再剁点别的。你刚杀过野猪，身上血腥味还没散，加上系统的加持，站在这儿就像个杀神。”周围起哄的声音全没了。孙彩霞看王赖子吃瘪，气得脸通红，她双手一拍大腿，一屁股坐地上开始撒泼。孙彩霞扯着嗓子干嚎：“欺负人了，林家小子拿刀砍人了，你个没良心的小子！”孙彩霞说：“你爹林宝根上个月还借了我2斤棒子面呢，今天这猪肉你不给我割5斤下来抵债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”他边嚎边拿眼睛偷瞄你，指望你抹不开面子，你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走到野猪跟前，一脚踩住獠牙。你说孙彩霞，我爹借你的2斤棒子面，明天我还你3斤。你盯着他，手里的柴刀在野猪皮上蹭了2下。你说今天要是再敢拦我的路，再敢碰这猪一根毛，就连他一块剁了。你手腕发力一挥刀，咔嚓一声，把旁边一根手腕粗的枯树枝劈成2截。孙彩霞的干嚎声断了，吓得打了个嗝，连滚带爬往旁边躲，再也没人敢出声。你冷哼一声，弯腰捡起青藤重新套在肩膀上。你大喝一声起，双腿发力，拉着野猪继续往前走。人群自动让出一条宽道，谁也不敢多说一句，只能眼巴巴看着你把那座肉山拖走。你顺着土路走到村尾，来到自家破土墙院子前，院墙倒了一半，木门歪歪扭扭。你走到门口，一脚踹开木门，你解开青藤，野猪重重砸在院子当中的烂泥地上，震得地面都抖了一下。屋里传来一阵响动，你爹林宝根拄着木棍，瘸着腿从屋里走出来。林宝根问川子：“你这是？”林宝根话没说完，一眼看到院子中间那头比牛犊子还大的黑毛野猪，他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嘴巴大张，手里木棍一划，扑通摔在地上。你妹小娟也跑了出来，她瘦的只剩一把骨头，就衣服补丁落补丁。看到地上的野猪，小娟吓得捂住嘴，眼珠子死死定在猪肉上，使劲咽了口唾沫。小娟声音都在发抖，问哥这是不是肉？你走过去把林宝根扶起来，你说爹没事，我打的。你拍拍身上的泥，转头对小娟说去把灶台的火升起来，把锅洗干净。小娟愣愣的点头，深一脚浅一脚往厨房跑。林宝根抓着你的胳膊，手直哆嗦，问川子啊，这得几百斤啊？你没受伤吧？你说没伤着，好得很。你咧嘴笑了笑，你走到野猪跟前，拿起柴刀，顺着肚子最肥的地方，直接割下3、4斤连皮带肥的五花肉。你说今晚咱家放开肚子吃，吃个够。你把肉递给小娟，小娟抱着肉，眼泪刷的掉下来。你看着剩下的一大滩野猪肉，心里盘算好了，天气热肉放不住，村里眼红的人指不定晚上来闹事。明天天一亮，你就借个板车把野猪拉到镇上找采购员赵卫国，把这几百斤肉全换成实打实的白面、大米和工业券。